OK，稍微明白。我要算飙车吗？其实应该不算吧。现在我正骑着我RDX前往南部最近的山道之一台24线五台，弯多，节奏连续，海拔变化明显。印象中这里也是飙车圣地啊，至少曾经是如此。但我觉得还是比182线道好一点点。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来到台24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目前状况怎么样。反正重点是，如果你骑的车在台24会觉得爽的话，那恭喜你，这就表示你的车不只是一台代步工具那么简单。懂的都懂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又来骑车啦。这次应该说是我第一次骑车 RTS R165去感受实际意义上的山道。毕竟这台 RTS 当初是为了工作通勤而购入的，而这段期间它还失去那种利落胜法以及充沛的动力反应，反而激发出我对它玩乐潜能的期待。这一次终于有时间可以骑着它来体验一下南部非常知名的台24山道。虽然跟全台湾大多数山道一样，有点被玩坏了。像是跨线超车啊、区间测速以及测速感的繁衍，还有时不时的噪音以及改装的零件等等，这些其实都已经成为这条山路的一部分。OK， 今天只是稍微来 RV 的，如果情况允许的话，再稍微 GP 一点点。哇，沿路都在上坡哎。第一次骑 RDX R165来一个比较真正意义上的山道啊！因为之前只去过中寮，对，那个算是一个小小山道，可是它的路途非常的紧绷，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。这就不一样咯，这里很多弯道可以发挥。我还有测速30呢，然后就哇，这都超速了嘞！我的天哪！该怎么骑呢？可能见缝插针的野店呢，著名的最佳景点，我是不是下来热闹一下？现在还可以停车吗？啊，不行，请勿停车，对客户请勿停车，那就继续往前骑咯。OK， 哇，这个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弯呢，所以说啊，跑这种山道是吗？我都会尽可能开一个 Google 的地图。前面有固定式照相哎，哇，真的有哎，好像是新的，太显眼了吧？像我跑山道啊，我还是会开一下这个导航路线，那你可以提早知道下一个弯是怎么样。因为这种山道啊，我真的不想要有任何的 surprise。尤其啊，之前我对雾台的印象是什么？就是很多逆向超车的状况。这一点真的要注意啊！前面有船友，哇，天哪，怎么骑这样子？我这四分骑，我现在也超速了，我的天哪！骑到这种速度起来可以。好 go！ 哇，这个路也很紧绷，到后面就比较宽敞一点了。加油啊！哇，目前的天气还蛮凉爽的，大约23、24度左右吧。哎呦，雾也慢慢散开了吗？还比刚刚在山脚看的时候好很多。OK， 看这个弯道如何 ？OK， 刹车。对啊，感觉后刹还是不太够延长的。目前我这台车是全原厂，没有改装，就动力还有悬吊部分什么都是原厂的，只改了这个CarPlay。这个台湾汽车神器啊！关到底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不错。车子好像很少哎。我印象中这个时间车应该变多了啊，是怎样？雾台这个山道已经没落了吗？跟182一样？之前我记得3、4年前吧，182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，尤其是周末的时候，那是人潮鼎盛啊，而且车祸频传真的。
那真的太可怕了，那100万那边。还是后刹真的可以改。哎呀，前面有车子了，也不能超车，只能慢慢骑，欣赏风景。莫拉克风灾重建后的国光大桥，哇，高度有99米耶，将近100公尺，真的很壮观。是那个 ，OK， 那就下面有在 off road 羡慕羡慕，这台车还是不要去好了。感觉骑一段那个悬吊消耗，可能在这种河床路骑100公尺，等于在公路骑20公里的损耗程度吧，大概。OK， 风实在太大了，车现在还没怎么测，赶快骑呀！希望待会一路没有陆队长。OK， 没车 go！ 哇，好爽啊！希望没有上面。哇，油门100，这种上坡路哦，RDS 可以换成油门100，它的是提速明显的有慢了下来，就没有在那个市区平均那么灵敏了。哦，有树叶，小心！哎呦，关到底！哇，声音跟转速都有出来，可是就是那个扭力感没有出来。提速好慢。我再快一点点，现在没车，可是过到底了，全油门100哎。OK， 会有点后刹车，下行角看点出弯点，好，慢慢补油，过到底。天哪，过到底就这样而已。哎呦，我能说有好有不好啦，那起码你可以享受油门100的乐趣。这个弯道有点陡，哇，前面说那个 GT 骑好快啊！稍微跟它咬一下，不要压力，用了在双载嘛。感觉不是男女朋友呢，那个女生很像抓住后把手。哎呀，加油啊，兄弟！哎呀，而且这种上坡山道理论上后座要抱着前座比较安全呐。结果那女生还是握着后扶把。哇，意外的好骑耶！周末的舞台，希望回去不要被拍照片。追焦可以啦，就是国家级的就不要了。哇，这个云，这个哇，真的全身黑，很放心的过到底。哎呀，前面有2个小巴，2个陆队长。这里是第2号桥。有人在拍鸡叫糟糕，风来得及吗？先有拍到，感谢美色仙。又想睡觉了，男人感还可以稍微热血一点，也没办法，也没机会超车。那就顺便分享一下我这半年来 RTS 的感受，再跟大家温习一下吧。首先呢，市区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不管是起步啊、超车啊，几乎是瞬移，懂吗？那个滑台车，好凶，好凶，好凶！哇，下坡都这么凶的吗？大家？下坡还主场哎，不行啊！我这个刹车下坡的话，应该会很紧绷。原厂的刹车真的，我觉得上坡还行，在市区跟上坡还行，在下坡的话，可能后刹车可能就有点吃力了。
而且下坡也不能一直用刹车来减速啊，很容易就是过热。像我一开始买 RT 的时候，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要短轴距、动力大。那时候就只有 Super C 跟 RTS 可以选择嘛 ，RTS R65 可以选择。然后那时候也试过了 Super C， 然后可是到最后老婆好像还是比较喜欢 RTS 的外形。对啊，我老婆就觉得有点太过侵略性了，感觉 RTS 长得比较温和一点。到最后买 RTS 嘛，他说哇有个电推转轴距应该骑起来会很爽。确实它的动力有达到我的需求，可是有没有电推这个东西呢？我觉得很像差异真的不大真的不大。可能我没有长时间体验过速可达嘛，毕竟这是我第一台速可达，所以我没有长期拥有过一台速可达，然后体验到我这种排气量没有电推骑起来是什么感觉。所以也许真是有差吧，可至少对我来说，电推这东西似乎无感。对啊，因为他们说嘛，就是这个电压有掉的话，就表示电推有介入。然后也是试过了，骑一骑，电推有掉是吗？那个加速推的感觉很像没什么很明显的推你一把的感觉。然后可能像我之前说过的吧，可能是让你的尾速可以再晚一点衰落，对，可以让你提早进入你的尾速阶段之类的。目前改了这个嘛，CarPlay。我觉得非常的满意，可以同时听歌、导航、神盾测速也可以在同个界面，3个愿望一次满足。没错，在地最知名的神山爱玉，你们不去吃一下吗？搞不好这次你们的就破冰点，果然要停下来的。好，加油啊，兄弟！天哪，今天雾台真的好安静哦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是重量了吗？这完全不是我所知道的台24雾台。哇，有落石，小心！电路有点坑巴巴的。还行。虽然其实有很多人说这台车的后悬吊可以改，但是其实我是秉持一个原则啦，尽量都是把原厂一些重要部件骑得快下课了再改，包含刹车啊，我觉得反而是刹车反而可以先改，尤其是后刹车的部分，卡钳啊。还是碟盘啊，对，就看吧，就看原厂的什么时候磨损的差不多，就直接升级。这个大弯，来关到底，油门一半，已经油门一半了。你看这个提速真的是，在平地市区你油门一半的话，可能你还感觉到大约0.7、0.6的一个激励，可这个山坡是嘛，可能稍微0.1、0.2而已。扭力感还是有，只是明显的没有在平地那么爽。它这个还有传动啊，传动要改的话，我也是偏那种起步扭力感的。我尾速我可以不要，尾速你给我大约80-90就够了，其实。我比较注重它的扭力，因为在市区扭力还是王道。市区你也骑不快啊。我希望那些时速60以下可以完全是暴力达成那种，可以瞬移方便在市区里卡位。这个很大的陡弯上坡，别原厂的都是很放心明白。然后目前我这么走下来，很像一般骑车的话，还有没有用过 TC 有介入对啊，所以可能它的轮胎还是很吃吧，然后扭力也没有大到那么夸张，真的也可能要遇到那种非常湿滑的特殊路面的 TC 轮才会介入吧。原厂轮胎我觉得还蛮满意的，所以原厂开下课之后也可以考虑换原厂的，我不懂什么胎，所以我觉得是不错。道路有点紧绷要小心路边的青苔，路边的青苔真的很可怕，看起来就很可怕的。看到底。盲弯都要慢下来，要有防御性驾驶，每个盲弯都要当做前面有来车。先看一台车了，这车能扫到我一点恐惧到底什么事情啊？今天？
OK， 稍微有明白。完全掌控之内，这个速率。哦。OK， 来，我们来试看这个舒服的骑姿，屁股再往后坐一点点，然后脚可以踏在这个前斜踏板，确实脚有放松的感觉啦。那脚上是很舒服，我感觉到这种多弯的话，就感觉少了那种灵活感。哎呦，好心开车。OK， 可能这种骑姿比较适合在公路、直路 RD 吧，确实是很舒服，没错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姿势也不能维持太久，因为当我脚这样子摆是吗，我的屁股必须要往后坐嘛，因为我往前坐的话，其实也没有舒服，我的老腰会很酸痛，所以当我脚抬起来踏这个斜踏板的时候，我屁股要往后挪一点点，啊，这样子我的脚可以完全的放松。可是呢，这时候我身体就有点往前倾了，啊，然后这个把手没办法就是支撑我这个上半身的重量。所以，可能这个姿势呢，坐在平的话，也是让你双腿稍微解放、放松一下。放松差不多是吗？可能还是要回到正常的姿势这样子。对，走，果然到终点了。天哪，完全没车哎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记得这个门呢被拆掉了吗？以前就有一个门的，所以现在可以稍微往前骑一点点。哦，门改在这里了，红门就在往内移了。来公告，阿里部落因今年天然灾害侵袭导致路况不佳，相关灾后复建工程进行中。啊，对啊，非居民还是不能进入，就可能等春天吧，春天可能会开始开放。哇，真的是雾台呀，真是顾名思义啊。都是雾，没有出大景哦。OK， 其实我今天是来晨跑而已，然后现在我赶着回家，带老婆去吃饭，然后顺便洗衣服。那希望下一次我会骑着 RTS i65在远征路上再见啦。那我可以是今天先这样子啦，拜拜。